细讲一下大数据推出来的武器吧。昨天直播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问怎么玩，本来以为赌狗阵容是没什么好展开的，今天专门研究了一下，发现还是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。首先，三星贾克斯在 13.24B 的平均排名大概在 4.02， 什么意思呢？只要高于 4.5 就没什么问题，能玩至少是不掉分的，高于 4.3 就代表它是一个比较好上分的玩法。那么什么天选比较好呢？玩贾克斯应该主开什么羁绊呢？我用检索器查了5电子舞曲加642舞者的数据，排名分别是 2.68、3.69、3.85。可以看到，只要开出了5电子舞曲，那么就会让三星贾克斯的名次提升。其中开2、4舞曲并无太大的差别，但5舞曲的基础上能开出6舞者，那将是质变。对比右边的数据，假如拿到的是舞者天选的贾克斯，那么最高只能把电子舞曲开到4。假如我设定的都是6舞者的羁绊，开出4电子舞曲的平均排名将来到 3.84， 而只开2、3电子舞曲的情况下，排名将降至第5级以下。对比数据综合得出结论：一、电子舞曲天选远优于舞者天选，开不出5电子舞曲的贾克斯实力很一般，但舞者贾克斯只要能3星开出4电子舞曲，6舞者时还是勉强能用的。二、舞者开2、4都差不多，要吃鸡就得开6。电子舞曲羁绊要么开2，要么开4、5，三电子舞曲不如不开。补充一点，最终成型是不开超粉的，带超粉羁绊将使三星贾克斯的排名下降，但3阶段可以暂挂过渡。电子舞曲选择器采样谁更好呢？这个我没有办法通过大数据查到，我个人体验下来是选武器本人最好。选扎克有控制，但施法时间长，可能会耽误武器输出。接着说一下装备，同样是三星贾克斯 13.24B 版本，取样本量大于100的数据，德尔塔降序如图所示。其中回复类型的装备，银血优于正义，优于科技枪；输出类型则是免卫大于法爆，大于帽子，大于泰坦。如果只看样本量大于1000的装备数据，不论类型的排名是法爆大于银血，大于泰坦，大于正义。综上，推荐2套我认为搭配还算合理的出装。银血法爆搭免卫或者泰坦，理由是银血保证回复，法爆配合武器的 AOE 能很好的均摊补暴击的风险。面板装选择免卫或者泰坦，为这个前排战士提供更多的生存。这张图反映了哪些棋子对三星贾克斯产生了正面影响，可以分析得出，围绕三星贾克斯组建的阵容，核心棋子是扎克、杰、波比、光辉、色提、掘墓，主要用于开最高优先级的电子舞曲羁绊，其次是舞者羁绊。此外，奇安娜、吉格斯、俄洛伊、奇女这几张橙卡，如果有就可以挂上去，能给这套阵容带来可观的正面提升。海克斯怎么选呢？三星贾克斯的海克斯排名如图，可以看到排名靠前的强化中，有很大一部分对贾克斯的生存能力提升起到了作用，而经济类强化较少。如果只看2-1强化符文选取的平均排名，才混入了一部分可选的有助于低排的经济类强化。综上可知，一、应当优先选择能直接给主 C 贾克斯提升的强化；二、提升贾克斯的生存能力是提升阵容质量的方向。3. 赌贾克斯对经济需求不高，尤其是3-2级以后，尽量避免选择低排类强化。三星贾克斯出了还能怎样提升呢？将三星贾克斯连同先前提到的阵容核心卡一同搜索，可以看到三星贾克斯加2星掘墓的排名最高，其次是3星色提、2星扎克、2星波比、2星杰、3星拉克斯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：一，在6级几乎没有花钱搜牌，贾克斯自然3星后上9找2星掘墓，以5电子舞曲为基底组成的半95是这套阵容的最高上限。二，在常规无法上9的对局中，7、8级将扎克、波比、杰搜到2星之后，追3星色提是最大的提升。3. 拉克斯可追可不追，不关键。假如玩贾克斯低崩了怎么办呢？提供一个我常用的跑路方案。其实玩低费卡都是这样，给自己留好后手。我玩2费卡习惯在3-1 5级的时候搜天选，这样能够确定方向后再选择第2个合适的强化。当然你也可以循规蹈矩的在3-2 6级搜，在搜牌的时候备战席留2套体系的牌，左边留 Nico、凯南、铁皮、莉莉亚、纳尔，右边留魏、贾克斯、色提、螃蟹、拉克斯。假如你没有搜到武器的天选，但是有纳尔的天选，加上天选，纳尔能有个6、7张，而武器的数量还很少，也没有足够的钱搜出武器天选了，那么果断拿下纳尔天选，把备战席右边的卡卖掉，上如图所示的纳尔阵容，为武器出的银血泰坦可以直接丢给纳尔。这把就玩纳尔了，先把分保下来再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天选纳尔无法获取到泰坦的法强收益，但泰坦仍然是一件纳尔能用且好用的装备。这个不是广告啊，给大家报个雅哥的理解。早上水群的时候，雅哥说他6个神话级小样英雄加起来没花超过1000，怎么做到的呢？每次出新的小样英雄就只用折扣买的云石丢个10连进去，没出就算了，平均每3次就能出1次。看到我转头就用攒的云石丢了一个色提的10连，然后就出了。再次声明，我不是狗托，这也不是广告，这可能是玄学，请谨慎相信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